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杀的？我是无辜的。杀他对我来讲有什么好处呢？总经理的死的确跟我有脱不了的干系，人是我杀的，天哪！但是副经理不是我杀的。10点钟出现在办公室的人，可能就不是富。我感觉是不是所有人都在隐瞒一个什么事情呢？帮凶。哎，可可，咱们在饭堂复盘一下刚才的那个。好的。我觉得他在袒护他姐。那这个富是你杀的吗？富肯定不是他，他没有时间，我们密室逃脱呢。但他如果前天晚上杀呢？前天晚上杀，昨天晚上杀，我觉得。昨天晚上杀一夜冻上了，今天得缓。就首先那个尸体是肯定在冰箱里被放过嘛，对吧？放过，对，一定是放过，但是不会放太久吧？如果是10点钟大家伙见到的那个人不是真的副经理的话，也就是说他的死亡时间再可以往前推。对，肯定就应该是在10点之前了。对。但今天好像所有人对副经理的评价都很好哎。是的。副总经理呢，他就帮我申请了体恤金，帮我介绍新工作，而且之前他还给我过快乐老家的卡，让我放松休息。怕我挨骂，完了怕这个周总经理真生气的时候扣我钱。这个很奇怪啊。可能每个人都有他的，都被他抓住了把柄。副经理帮许中介有一次，让他送去总部疗养啊。那副经理帮哭哥做过啥？大单吧，一笔单。是给酷哥一个大单子，介绍一个大单子，那个时候差点就被炒了。副经理在我哥死了之后，还帮他申请了抚恤金。副经理帮沈副经理申冤嘛，帮他找了新工作，帮他定性这个东西是意外。这个东西是意外。所以你说那个就越来越靠谱嘞，他抓住了每个人的把柄，帮他们摆平了这一切的事情。对啊，这其实所有的东西是一个环。是的。哇，是所有人一起商量把他搞出来。展开说说。就是明明那个人他不是这么死的，但每个人就传承另外一个死法，就互相给彼此打掩护。我们听到的可能都是假的，有可能吗？咱们总是受害者有罪，就是说这人肯定是死有余辜。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大好人，就是被坏人伤害了呢？主要就是还得再发现新的证据，我感觉。走吧，走了。副经理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嘛。有的人认为是坏人，有的人认为是好人。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都说10点在办公室见到了副经理？有问题。然后那个人打电话的那个人还打错了，打到了真的老师，所以问题特别多。我感觉是不是所有人都在隐瞒一个什么事情呢？我刚才看到你在这个工位的时候，你那个视频里，也就是这个地方，你看，这个门是打开的，也就是这里有一扇门。上花盆。哎，开了，开门了，哎，开了。又要一个新地方。里边还有一个地方，对吧？走吧，你们先去。白哥，这啥地儿啊？我老白把人关。
他把灯关了，他在把干嘛？灯关了，我们看不到他了，他有线。为什么？为什么？哎，这怎么开？这门咋开？完了，打不开了。我跟你说，你要干嘛呀你？不是你有问题。我有啥问题？没有，他没有问题，他只是故意想试试那个而已。这是快乐老家打工人倾诉大会。这啥东西啊？哎，哦，钢琴。哦，弹快乐老家。要弹这么长吗？一整首吗？哎，猫爪子，猫爪，猫爪子哪儿了？又有猫爪印儿。这儿，哇，喵喵的那个，这是养猫的那个地方。哦，它就住这儿啊。又有血。它有个小标写940420啊，哦，然后它有一个课文部啊，是我的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我的爸爸非常能干，家里所有的钱都是爸爸赚的。有一次，爸爸生病了，都不愿意请假。他说，如果不工作，我们一家人就会没有饭吃。我不想没有饭吃。他儿子写。快乐老家打工人倾诉大会。他其实是 VIP 在一块，在这里可以倾诉，对不对？对，就是这个是第4个区域，专门是用来大家来吐槽发泄的地方。对，那谁是 VIP 啊？许中介，许中介、郝宝郝宝杰杰。但他们还挺懂情趣，他们也喝成果粒啊。确实，哇，还是你会说话。这应该是富富的那个上班表，就是每天都在上班，但只有6月23这天休息。今天6月24，就是昨天晚上吗？昨天晚上就没画了，开始。父昨晚休息，不，父昨天晚上休息，还昨天晚上就不用上班，然后他来了这个地方。等于说他昨天死之前来过这个洗脚城。他来这儿参加倾诉大会，那他参加倾诉大会为什么要脱衣服呀？因为他脱了衣服，从衣服里找到这些东西吗？不是。这个有个工伤理赔标准啊。这是打开的。工伤理赔流程和就是被搜过的，在那个搜狗里是被人搜过这个。哦，搜索历史是吧？啊。目前现在已知的条件，一个是写的信，一个是排班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里还有那个猫的脚印。喵喵的脚印。在楼梯上发现了猫猫的脚印。也就说明可能这才是真正的案发现案发现场。那他死在楼梯上。猫是为了去吃东西走。在楼梯上。比较像在这儿，对吧？喵喵身上有一个摄像头，你们记得吗？意味着他会录下来，有一个案发现场的视频。问一下，何二嘛呢？哎，我在，怎么了？你记得这个上次咱们看喵喵身上那个摄像头吗？视频能给我们看一眼吗？啊，手机在我这儿，你们在哪儿啊？我送过来吧。好，来呗。快乐老家足浴城。
那个奥利奥是不是那摆了一盘？这是啥呀？你看，奥利奥都是躺平不卷的，不管职场怎么卷，有完心就不卷。那你俩掰开吃吧，来。所以我们就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奥利奥黑白夹心，让人快乐到忘记白天与黑夜。好，明白。哎呦，小何你来的真快呀！哦，你们在里面，我刚好在这附近。来来来，那个视频就在我手机里，你们看看有没有你们需要的关键信息。对，而且我给喵喵它升级了那个视频，它现在也能录声音了。这不行。来看视频啊，没事，我听。我去，咋了？等一下，这不有库吗？我分析库呢？库也在这儿。库走了，库走了。这怎么了？怎么了，孩子们？你们别再往下查了。哎，我看到他了。啥呀？哎，看到他就在这儿呢。他在干啥？哎，他走了。看一下那个视频是什么？哎，把视频看完。我看啊。都有谁？暂停一下。郝宝杰、飞老板、沈副经理和许中介还有库都在。我们一定要隐瞒他的死亡真相，大家赶紧去库家集合，商量怎么解决。库，你把钥匙放在门口地毯里吧，好吧？就说去库家，商量怎么解决。哦，来了。完了！怎么了？他们找到了，他们在倾诉大会的那个地方，然后他们看到了一只猫咪，这个猫咪身上永远都带着一个摄像头，拍到了我们是怎么把它的尸体拖出去的。然后现在他们正在倾诉大会看这段视频，我把他们都关在里面了。现在他们5个人在倾诉大会。他说，死亡什么真相？我知道了，因为他可能因为意外死了或者怎么死的，但是呢，他家里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所以这帮人合伙伪造了一个他是从电梯故障工伤下来死了，就会有工伤的赔付。才会对，就是为了给他们家弄笔钱嘛。对，弄笔钱，所以他们把它放在电梯里，然后制造出这种一个，让他成为工伤死亡。那他是自己掉下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死的。他们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好啊。对呀，他们关系没有特别好，可能就是他们在这倾诉，可怜不容易，很不容易。他有这么一个环节在里面，应该。我们还有个2楼呢，先上楼瞅一眼呗。看一眼吧。库又骗了我们。这是啥意思啊？这个纸是要干嘛？打工人奇葩经历。哎，有测谎仪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凉拌专用调料。苦瓜，就是凉拌苦瓜用的。是凉拌苦瓜用的，但是问题是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东西啊？这都是药。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6月23号晚8点已更新急救箱内全部药物。这里有一个苦胶囊，对，说的是如果跟苦瓜同时服用会导致猝死。那这儿有苦瓜。哦，我知道了，那就是这么说的话，还是有人害他，对不对？是因为他们可能把这个凉拌专用调料粉换成了那里面那个东西，胶囊，换成这个胶囊，让他同时吃苦胶囊和苦瓜，吃就猝死。确实，凉拌专用调料。然后那就相当于这4个人一块谋杀他。不是他们几个，肯定是某一个人。视频再看一下。他们要隐瞒真相，然后故意让库把钥匙放在地毯下面。我
我们一定要隐瞒他的死亡真相，大家赶紧去库家集合，商量怎么解决。所以他们现在都在库的房间里。哦，那个里面是不是个密码？就那首歌《快乐老家》那个有个键盘的那个。管他这啥东西啊？哎，哦，钢琴键。先去看看怎么出去吧。谁弹一下《快乐老家》试试？《快乐老家》第一句怎么唱？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对。先会钢琴来吧。哎呦，不是得从头弹吗？不，我觉得不会那么复杂的。哎，我们去，我们去库的房间吧。大哥第一个跑，他很可疑。大哥怎么跑这么快？他其实也是帮凶。对你多说了，太容易被怀疑。那就我多说一点。这样，我来保护你。好吧，我保护你。那谁来保护我呢？我保护你有点不合道义。我怎？哎，怎么回事？怎么不敲门呢？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啊，跑啥你们啊？你跑啥你？啥情况？啊，你咋回事你？怎么能动手呢？家长还在这儿呢。啊，好，来说吧，你们怎么回事啊？库的房间在哪儿？我认得，走，在4层406。对，就这个。要嘘。那问题我们已经进去了。为什么大哥也在里面？我怕我们对不起。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怎么跑这么快？我就走过来的呀，都没跑。被发现了。你们这帮人挺有底气啊，在这儿。来吧，上课吧。怎么回事？说吧。来吧。为什么这几个人这么淡定的坐在这儿？我们都看着了，你们给人往外搭，把人家拖出去了，你们把他。是这样。其实这个事儿的起因是啥呢？是肥老板觉得我们工作平时挺辛苦的，然后正好昨天哥几个休息，就把我们凑到洗脚城宴，然后是想玩一个那个吐槽游戏啊，让我们放松。我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工作当中遇到过这种自己觉得最奇葩的经历？好游戏。然后老傅玩的也特别开心。我们有个惩罚，谁输了谁上去吃苦瓜。这谁也没注意到，他就从楼梯上掉下来了。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他已经就没气儿了。谁准备的那苦瓜呀？我们店里准备。对，店里。你们店里准备的啊？哦。你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隐瞒真相？说吧。你看这个，你就说吧，这老傅吧，这人真挺可怜的，365天，工作364天，就休息1天就休息死了，你说他可不可怜？他就这意外死了嘛，而且这公司肯定有规定，说不是工作日死亡，他不可能赔钱，不赔偿的。哦，所以想让他转天死。而且你说老傅家里头一家孩子啊，他以后怎么生活呀？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出于好心，想让他家里头得到一个合理的赔偿，而且我们敢判定啊，他的死肯定跟公司工作繁忙、不休息有关系。对，否则他摔不死。他摔死的时候，他是身上哪儿受的伤最重啊？他就是磕到脑袋了，磕脑袋了是吧？对，你们认为的致命伤是在头，对，他就是磕到脑袋了。然后你们把它放在冰箱里了是吗？是这样。首先我要坦白，早上8点我负责给老傅把衣服取出来，然后去冰柜里头给他换上工装。衣服
服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啊？换上的时候就不小心，他一个蹭上了啊。10点的时候，我假装成老傅，给一个老师打电话聊孩子的事儿。12点20负责把老傅抬到电梯里头，我的工作就完事儿了。然后我呢，12点25去把电梯的承重绳给剪了。你可真狠呐你！啊，那你一站电梯里有别人？不是，没有，我确认，我们一定是要确认好。我们确认好，对。那我是12点半发的短信。然后你就带着我们去玩密室了。准点在12点半。在警报响起之前，我没有办法，不可以把你们带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审问你的时候，你又骗我们了。就那儿，哥。你们知道的已经全部告诉我们了。我们自己看到的绝对是全部。老傅他是好人，你们可不一定是好人呐。我就这么跟你说，这个老傅，他不是意外死的。没错。那个凉拌苦瓜被人下了毒。还有这么回事？对，因为那个凉拌苦瓜里放了那个粉呀，那个佐料凉拌调料被调换了。他有可能吃完了之后走2步，发现开始晕倒，窒息晕倒了。就有人曾经害死他。真的，我们真不清楚啊。这5个人当中肯定有个凶手。对。哎，对，还有一个，我刚才在他那个兜里发现一个小铁片，一个牌，小铁片你们认得吗？940420。它就是一个生命检测仪，就是会送给 VIP 的，这应该是那个编号吧？这样啊，还是先得查出这个死因是怎么着，咱得把真正这个情况弄明白了，到时候咱们再做分析。如果说你们要查凶手，我们也觉得行，咱就查出来，还老傅一个真相。对对对，我们回到案发现场去吧。对，我们要回案发现场去吧。我再跟你们一块儿呗。你们有什么？你别老跑行不行？一惊一乍的。没有，就很抱歉刚才把你们关在那儿。哎，这包是谁的呀？哎，我的包，我的包是不是没拿？我的包，你包没拿，包没拿，包没拿，包。没有，走吧，拜拜。包里有什么？拜，啥也没有，走吧，姐。我们没打开的那个打开柜子，对，你看，你这手挺快呀。我寻思就反正我觉得这事儿现在没有那么简单啊，可能是他假装制造一场意外，然后骗取这些人同情，然后再让大家一块儿帮他，就掩盖这个事儿，就，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没有那么简单，背后还得看看最后谁下的毒。我们回到案发现场去调查一下真实原因吧。你为什么有事儿瞒着我们？真的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哎，这不是，没谁能受得了？我真没办法。我们去看看傅真实死了。应该有一个什么录像。哎，是他是吧？行，开开吧，来吧。检测仪。快乐老家休闲期遥控器。检测仪专用电脑。咱先把这个都拿出来先。哎，这有个鼠标。鼠标拿过来。里边有东西吗？哎，他这请输入编码。是啥？哎，这儿有副经理的小标写940420啊，小铁片你们认得吗？940420，它就是一个生命检测仪，就是会送给 VIP 的，这应该是那个编号吧？23年死的，说明吗？死者
者是猝死的。就吃了黄瓜呀。对，吃苦瓜，对，吃了苦瓜猝死。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他已经就没气儿了。我假装成老傅打电话，然后我去把电梯的承重绳给剪了。那我是12点半发的短信，那个真是我。正常人怎么可能从楼上就休息一天就休息死？我有个开关，我摁一下开了啊，我摁了，开。开哪了？开哪了？你看那电视开没？是不是开电视的呀？哎，开了，电视开了。游戏规则介绍。本游戏共6名玩家参与，玩家需匿名填写，提交一个自己职场中的奇葩经历。测谎仪确认填写内容为真实后，玩家需按顺序将填写纸贴进框内。所有玩家提交完毕后，机器将6个玩家的填写顺序以及6个奇葩经历录入进系统，并将其重新排序。6名玩家需猜出其余5个奇葩经历的所属者是谁，被最多人猜中的玩家即为输家，需接受惩罚，吃凉拌苦瓜。所以嘛，就这个人输了嘛，然后有人在苦瓜上返回首页，有人在苦瓜上做了手脚吗？返回首页。最近一次游戏结果，看一下。6月23日晚上10点半，10点半开始。对，参与是沈副经理郝宝杰、柯无库，你也玩了。飞老板许中介，副经理，然后副经理输了，他获得了5票。对。他说的奇葩他说的奇葩经历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肯定知道。你知道吗？我他在场。他的奇葩经历是什么？他是连续工作48个小时。就投在他。就是我给你们解释一下，我们玩这游戏就是谁就是投，不是输6个经历，然后底下坐这儿一起猜，投完了上去喝苦瓜。然后他当时就是一共玩这游戏6个人，5个都是他，就剩他一个，完了他上去喝了嘛，完了掉下来摔死了。但他怎么就确定一定是他去吃？因为所有人都投他了，因为所有人投他了呀。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怎么就知道这一轮一定是他先去吃呢？我的意思是，就是他在做这事之前，包括凶手也不知道他会写出一个剩下5个人都能猜出来的东西吧？还是说？如果我是凶手，如果是凶手，我现在想杀老夫，但我怎么能控制他要写的东西呢？对啊。就他怎么这么精确的，一定可以杀到他呢？别人写什么呀？别人都写的啥？答案在哪儿啊？这是啥意思啊？答案不在2楼那个地儿吗？哦，把那个纸撕出来。我们看别人写的啥。你搜打印记录。是投票口吧？最长时间高达48小时，他在第1位。他就是第1顺位哎。这一看就是老傅。为什么呢？工作狂呀，就满足每个人身上的那个条件嘛。家人重病，老板半天假不批。半天假不批，那是你姐啊。然后被压着致死，就对应的科。上班时间、上厕所次数、时长都被限制。这个不很难猜。总要帮老板做私事儿。这是那个许接孩子那个吗？对。然后24小时不关机，老板回复需秒回。郝宝杰说过这话。那哪个是你啊？亲人这个是你呗？对。下去讨论一下。问题是怎么就这么精准？这是。上班时长、上厕所次数都被限，这个好几个人写了。24小时都要秒回群信息。连续工作48小时。但是好多人都有48小时这件事儿啊。
我们可以模拟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杀手，我就想让你死，我最后一个再写。那让咱玩一回，是能猜着当时他们是怎么玩的吗？可以，来开始吧。系统扫描已准备好，请各位玩家依次上楼提交奇葩经历。输入前请戴好测谎手环，测谎手环确认真实性后，请将奇葩经历依次贴在框内。得贴在框内，行。还得写一个不容易被大家就有点谁是卧底那感觉了，有点。对，你得写一个不容易被大家想到的。哦，还得写一个模糊的。要写一个啥样的？什么奇葩？不知道呢，还得是真奇葩。你带那个手环你带测谎仪了吗？老白，我带了呀。你带？你是不是说谎了？我带测谎仪了呀。哎，但是你说如果第二个上去的人，我就把他的那个或者最后一个上去的人就都翻一遍，然后把它贴在第一个呢？哎，来吧。下一步了啊！下一步。好。6名玩家提交完毕，请在1楼入座。准备好后，请用鼠标点击开始游戏按钮，系统将故事重新排序。系统已将6个奇葩经历重新排序，请各自把答案写在各自的投票纸上。现在将读出第1个奇葩经历。一起录综艺的好朋友既然说这么多年没有遇见过奇葩经历，太奇葩了。好了，写完了。下一个故事是，把合同落在便利店。这像是小宋会干的事儿啊。是这样的，我觉得说这句话的人是个南方人，因为我们东北管它叫小卖店或者是超市，咱没有叫便利店的。哎，我们21世纪人大家都说，酷酷有可能。下一个故事是，在一次工作的时候，不小心吃了一只蚊子。这是拍戏的，这肯定是拍戏的人。也未必，我跟你讲是歌手。对，歌手唱歌嘛，老得唱歌，一唱啊，谁喜欢唱长音儿就是谁。我跟你讲，这一定是周深，这一定是周深。对，舞台上不会有蚊子吧？别装了，怎么可能没有？就是周深，别伪装了。你的老父亲，你这算吃苦瓜吧？下一个故事是，太久没睡在工作室众目睽睽之下睡着了。众目睽睽。下一个故事是，连续1周每天工作18个小时。这不是那个，这不老白吗？我之前拍戏曾经有连续1个礼拜每天拍18个小时。哇，每天18个小时。有人写了我的这个，真挺有意思啊。哦，有人抢了你的这个。这个真绝啊！人性这么黑暗的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所有人都在。那问题，那这样他测谎，哎，我觉得能害老白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又是我，这些都是我写的。你们刚上去都玩去了，我一个人贴了6张。下一个故事是，边录节目边足疗。哦，就今天刚发生的事。哦，这个缺德，这个是今天大家都发生了。这个写留下来，这我也同意写留下来。这应该是酷，这个我跟你讲，他在那装的。不，这不是我，这真不是我。一个足疗，一个那个18，挺厉害。当然也不排除老白自己念叨自己，也不能排除，是吧？老白自己又棋高一招啊，就是他自己啊，就是他自己。人心换人心的时候到了。写完的投票，我先上了。
来下一步吧，下一步。系统已读取6份投票，现在公布结果。输的人是白3碗啊，得到4票。等一下，也就是说，有一题我们好几个人投你，哪怕那个不是你写的，你也会死。对。不对，你得投对了才会，你得投对了才会死啊！肯定不是谁票多就盲死呀，对不对？对呀。把那个18投给白3碗的有谁？哦，4票，哦，刚好4票。哇，谁写的18？谁写的18个小时不睡觉？就我们说真话，今天，所以就是他自己啊。就是你写的。哎呀，就是我写的。所以要投对，所以还是要真实故事付。所以说嘛，他还是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给大家，大家都听到过这个事情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不是，但有一个问题啊，我写的是足疗这个事儿。我们都干过，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也是真事儿，但你们猜不到是我。那他的48小时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把他投出去了？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关键线索没找到？但48小时不是所有人都经历过吗？对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心态都不希望别人选到自己啊。但我写这个就是想被猜到一下。啥意思？一心寻死。就是有一个原因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写了48小时这个人就一定是副经理。你要不要故事一个一个读一下？我们试一下，我们能不能对应到？还有一个线索就是小纸条里好像已经写了一些东西了，这里有纸条，有人留的。那我们先把知道的写上，这个老傅是不？王老板做私事儿，这个是许大哥都有，这个是我。老板的信息需要秒回。应该只处于副或者是沈这里也有24小时，副和沈，因为只有他俩是直接对接老板的。那这个就是副沈，还有谁？还有谁？我这就有个沈。咱这个便利贴都齐吗？哎，还少人的呀。当时有的全撕下来了，但是我们可能有几个忘拿了吧？是不是有几个掉了？这儿还有一个，那个前台那儿留。这儿有，这是谁的呀？副的。许你一套房，许中介。所以最后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些经历是吗？一个便利贴有太多故事了。对啊，一个便利贴里有很多故事哎。来吧。加班时长48小时起有飞，周末要帮老板干私事有他，家人重病不许请假，好人有好报说24小时都要秒回群消息，家人生病都不给批假的公司有必要。半辈子挣了2个亿，一个是加班48小时之后的睡意，一个是上厕所的时长，怎么样委婉拒绝老板派指的私活？遛狗、接娃、送外卖，上班好辛苦，熬完1天1夜，还有1天1夜。负的，等周5，只等来了驳回家人病重请假的。社畜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刚熬夜48小时。许负，我帮老板接送女儿次数已经让幼儿园的老师误会我才是他爸了。沈是2天2夜没睡，上厕所时间被严格限制。妹妹你生病了，我都因为工作无法请假去看，一定是上厕所要被限制时长。负。哇。
6个条件里5个都有负嘛，这个一个负，2、3、4、5。那为什么都觉得48小时就一定是负呢？因为所有人都写的负。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利用过？酱婶儿，咱们先看看付经理手机，看里边有啥东西。这是啥呀？连续通话记录。然后还有别的吗？再看一眼别的。哦。48小时不睡也不累。哎呦，他那个电脑屏幕也是啊。所以他就是自爆了，大家都知道他48小时不睡。对。6名玩家需猜出其余5个奇葩经历的所属者是谁，被最多人猜中的玩家即为输家。所以他就是自爆了，大家都知道他48小时不睡。游戏的人是不想输。哦，对，因为都知道他48小时过。我知道一个问题，可能是凶手写了这个。啊？什么意思？凶手写了，然后所有人投的他。得自己写。哎，他这个逻辑没问题啊，可以是凶手写的呀。凶手在知道48小时是负众所周知的这个前提下，那你至少得有2个人都写了工作高达48小时吧？一个人啊，凶手写了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负自己没有写啊。他没写，对啊。凶手写的，你投到负那儿也是错的呀，这个不是负写的呀。不会是错的呀。但是你能不能数负的名呢？就是我写这事，我确实也发生过，但我能不能数别人的名呢？那你数了他的名，那负数谁的名呢？如果我是飞，我写这个，你测谎仪是能过的呀。能过呀，对啊。能过，然后你就上去了。所有人都有这个条件，所以他们测谎仪所以都没说谎，都没说谎，他们都没说谎呀。是的，比如说我第一个，然后呢，测谎仪测我是谁无所谓，然后我你只要过了，我过了你就能上板。哦，那我明白了。比如说我设定这个负是最后一个上，然后我写一个48小时，然后我就贴在第6个。哦，和我们刚才发现它的那个顺序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因为我们全撕下来，没有管它的那个顺序吗？对。好 ，S， 咱们回忆一下，刚才第一个框是什么？最长时间高达48小时，家人重病，老板半天假不批，上班时间、上厕所次数、时长都被限。48小时肯定第一个，第2个是什么？第2个是家人病重，老板不批假那个，新人被工作压下去。第3个，第4个是24小时这个，对，第5个这个。哇，你脑子真好，真想起来了，家人。死者他不会自己写这个故事，是凶手写了他的故事，然后占用了他的位置，对，替换了他的位置，因为他是第一个写的，他只要把他那个位置占住了，后边就可以随机变了。哦，对，是这个意思。曾经最长加班48小时是凶手写的，然后贴到了负的该上来的位置上。不，负是第一个上去的，负是系统认为的第一个。不是，负就是第一个上去的，负绝对不是后边上去的，这就跟指纹虹膜似的，您第一个肯定是是的，对吧？负是头一个上去。负第一个上去的时候，他本来写的是啥？不知道，他随便爱写什么写什么，他都有，对吧？然后可能那就不是16换，那就是12换，第2个上去的就把他们俩变了，这样后边人也看不出来有问题。对。那你这么说，第3个上去的也能换呀？对，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2、3、4、5都可以换啊。就是我曾经就跟第一个换。对，每个人都可以，也就是这5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啊。是。
这个肯定是凶手写的，所以这跟傅没关系。那么傅写的哪个在哪个集合里头，肯定就有凶手。比如说傅写的这个，那凶手肯定在这俩人之间出现。傅要写的这个，肯定就这俩人出现，是不是？明白明白。也不一定啊，比如说这个，是飞写的，那他就有机会写他的呀。如果这个是柯写的，那飞就有机会写他的呀，你明白吗？但他没干过这事儿吗？他没干过这，他就不会写这个。没干过，就是傅不会，就他不会写这个呀。对，所以这个不是他写的呀。显而易见，这个肯定不可能是傅写的，但是其余的都有可能是傅写的，但也没说哪一个就一定是傅写的，就一点一点要排出去，最后算傅写的。我觉得他这个题是可以解到算出每个人写了什么的。肯定的，因为每个故事都只有一个人去写嘛。对。先排除，先按少的推。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数量少的人开始把它按到确定他写在哪个任务上？要不然太多了的话根本找不到。许先把许你们把许确定在哪个故事上？许是这个，这儿有一个许，这儿有一个许。48小时老板做私事儿。那咱先假定他是好人，那他先做私事儿吧。比如说他是许，对吧？好。你自己说你写的哪个？我写的是亲人工作被压榨致死。对，所以那这样说，这个就是你吧，对吧？对，那就说明飞没写这个，那他就有可能是写的这个家人重病嘛，因为这里有他嘛。你看啊，我最大的遗憾是在你病重时连半天时间都请不出来。所有的老顾客都知道这是我开快乐老家的原因，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最爱的你其实是被工作压垮的，在医院抢救2天后也无法救回你。我希望再也没有打工人跟你一样。对，我翻过一张照片，他就是写着说我在你重病的时候不敢批。他说所有的老顾客都以为我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开的这个店，但其实我是因为亲人在工作中被压榨致死。这个信息代表飞不可能填这个，飞不可能写最后一个。哦，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用逆向思维，谁最不可能写什么事儿？对，比如说这句话，你一看到你第一个想的就是飞，那你就首先排掉飞。对，他肯定他自己不会写，尤其是逆向思维。是的，这就是跟傅是一个逻辑，因为傅把这个都当头像了，所以傅肯定不会写。那飞因为这件事开了这买卖，所以飞也不会写这个。对。最后排除之后，这还剩谁啊？保复审，对吧？我跟你说，这还保复审。对，我就这一看，沈复保、沈复保、沈复保，这仨人都一样，不停的重合。如果沈复保这3个人他们的剩下的选项是一样的，也就是这3张纸是他们仨写的，那么写曾经最长加班时间高达48小时的人，就在剩下的客户库飞老板许中介当中。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最爱的你其实是被工作压垮的。那柯你到底写的是什么？我写的是这个，啊，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场的是没有人知道我的这个过往，我今天在审讯的时候才跟你们讲的我这段故事。凶手一定是写48小时的，这不就是为盘动机吗？费老板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弟弟，所以要把服务副给杀掉。钟总经理是客户库做的，副经理已经打电话威胁他了，所以呢，他有杀副经理的一个动机。但许的杀人动机呢？因为上一件案子，傅找过他姐姐，说你这个案子你和你弟弟脱不了干系。对。然后这个许呢，为了保护他姐弟俩，设计给他杀死了，这是他的动机。是的，对不对？许是他是最强烈的那个吗？他强烈到已经不真实了，已经。对。原来是小许。原来是小许。走吧，去投票。
这个许中介呢，肯定会主动的去保护他们姐弟俩，然后呢，他对这个副经理呢也是有一些怨恨的，就所以说他这个杀人的动机就比较强。我认为杀手是许中介。柯务库，因为他已经承认了自己上一个案子犯的错，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不是他，所以我们就投给了许中介。许中介，对不起。我认为杀了副经理的人就是宗总经理确实是我杀死的，但是副经理究竟是谁杀死的呢？然后今天我把我的票投给的是，今天是最一头雾水的一天。有3个人啊，分别是死者这个副经理、郝宝杰和沈副经理。他们3个人如果作为一组的话呢，在排除了死者自己不会选择写上自己这个48小时加班，能够满足这3个人都在的，其实只有3列。所以说，除了死者呢，那么郝宝杰和沈副经理他们之间的这个嫌疑呢，基本上就排除了。最后还剩下3个人，分别是许中介、肥老板还有柯务库。我认为凶手在杀害副经理的时候呢，肯定是心存歹意的啊，肯定是他说了谎。我最后确定，今天凶手就是今天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你就是真凶。好难啊，太痛苦了。做个好人吧，你们。欢迎各位来到腾讯视频，由茶香与果粒牛奶更美味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独家冠名播出的沉浸式剧情体验真人秀，开始推理吧。这里是剧情复盘大厅，人都到齐了，我建议咱们先喝一杯吧。来吧，喝一杯庆祝一下，今天是辛苦。茶香与果粒牛奶更美味啊！我们首先干一杯，庆祝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推理计划已经成功了啊！咱们举起这个超好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全新口味，咱们一起干杯，揭晓真相！来喽！恭喜各位完成今天的推理，真是不容易，太难了。在开始推理吧的每一个故事当中，得票率最高的人将被锁定为凶手。那我们有没有对啊？在今天的案件中，各位玩家发现的嫌疑人有许中介、郝宝杰、沈副经理、肥老板、柯务库5人。经过推理，大家投票锁定的凶手为许中介。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吗？当然是了。哈哈，那我们有没有抓到真凶呢？本期案件，锁凶失败。失败啊！哎，真正的杀手，真正的凶手就是柯务库。你看他兴奋的，你看他兴奋的，你看他兴奋的。别，你给我上后边站着去，你不配在我们的团队里。他多么认真啊！我都杀了一个人了。你是唯一一个作为就是凶手的扮演者坐在了这个位置上。
如果沈富宝这3个人他们的剩下的选项是一样的，那么写曾经最长加班时间高达48小时的人，就在剩下的客户库飞老板许中介当中。你自己说你写的哪个？我写的是亲人工作被压榨致死。对，那就说明飞没写这个。飞不可能写最后一个。他说所有的老顾客都以为我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开的这个店。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用逆向思维，谁最不可能写什么事儿？那科你到底写的是什么？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场的是没有人知道我的这个过往，我今天在审讯的时候再跟你们讲的我这段故事。许是他是最强烈的那个嘛，他强烈到已经不真实了，已经。对，原来是小许。原来是小许。客户库这个罪该万死，确实是吗？罪该万死。咱们有人投他吗？我投。我认为凶手在杀害夫妇经理的时候呢，肯定是心存歹意的啊，肯定是他说了谎。飞老板的爱人，也就是哭哥，在去世之后呢，这笔抚恤金是夫妇经理帮他申请的，所以他应该对夫妇经理呢是心存感激的。所以我这个凶手呢，就在许中介和客户库这2个人之间摇摆不定。可是后来呢，我突然又想到一件事儿，我记得许中介当时在中午接受审问的时候说，这个夫妇经理啊给他申请了一个这个去疗养的机会。后来呢，我一想，我说这客户库不到1周前吧，收到了一条夫妇经理给他发来的信息。我发现钟总经理的死是有人故意制造，只有可能是你和飞老板。我一定会追查到底的。所以我很合理的怀疑呢，客户库完全有理由选择杀人灭口。我最后确定，今天凶手就是客户库。我们有错过什么样的关键证据吗？大家错过的决定性证据是，我们在客户库的家里面发现他的电脑，在电脑的开始菜单栏里有一个聊天软件。点开这个聊天软件之后，我们需要用他的手机去扫描微信，登录他的电脑版微信，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他的手机微信中已经删除的聊天记录，他在当天案发以后发了信息求证，是否夫妇经理把钟总经理的死定性为意外。手机上记录删了，留在了电脑上。哦，他是后来才知道，我们一直觉得是这个早就已经弄了，然后也给你姐钱了，然后也没有那啥，这个顺序错了。在这个案件中，客户库从小和哥哥客户库、嫂子飞老板相依为命，而他的哥哥客户库自从进了地产物业部，成为一名房产中介后，在工作期间受尽其公司钟总经理的压榨，不幸在工作岗位上过劳死了。库哥死后，他的老婆飞老板在11号公寓负1楼开了一间名叫飞毛脚的洗脚店，还开展了替辛苦工作的打工人带回消息、带岗的特殊服务。而他的弟弟客户库一直对库哥的死耿耿于怀，对钟总经理怀恨在心。4月29日晚，物业部的沈副经理向洗脚店提交了一份带回消息的订单，而这份订单恰好被客户库接下。他登录了沈副经理的账号后，发现物业部会在4月30号举办一场霉运连连的赏煤活动，钟总经理会在公寓门口发言，而物业部为了这个活动，特意在3楼平台定做了一个巨型玩偶装置。于是客户库心生一计，利用帮沈副经理带回消息之便，在工作群聊里把钟总经理发言的站位安排在了巨型装置的正下方，并且他在第2天钟总经理发言前的10分钟，把装置的承重钉拧松，让装置掉落，砸死钟总经理。6月17号，副经理开始调查钟总经理之死，发现极有可能是有人利用了飞毛脚店里的带回消息的服务，将钟总经理杀死。而客户库知道了副经理正在调查此事，
害怕他查到自己身上。为了灭口，所以他打算在6月23日飞毛桥举办的快乐老家倾诉大会上，利用了一个游戏将副副经理杀害。6月23日晚，在游戏开始前，可恶酷偷偷拿了一颗店内常备的消炎药苦胶囊，往书家要吃的凉拌苦瓜的调味料里倒入了它。因为苦胶囊和苦瓜同时服用会立刻猝死。游戏开始后，副副经理第一个进去提交了故事，可恶酷紧随其后第二个进去，因为他需要确保在副经理的后置位。然后他在系统内写下了他和副副经理共通的加班高达48小时，但是在场多数人都会认为是副副经理的故事，因为副副经理是一个工作狂，经常把加班48小时挂在嘴边，所有人一听到48小时就会立刻想到他。而可恶酷也曾经发传单发过48小时，但这个细节在场的人不会所有人都知道。他利用参与者不会写大家熟知的故事这一点，把他的故事纸张顺序和副副经理的故事纸张顺序对调，也让他操纵了游戏的最终结果，让副副经理成为被最多人猜中的输家，吃下了那块被他提前下过毒的苦瓜。在副副经理吃下凉拌苦瓜摔下楼梯后，你说老傅是个好人，所有人都说副副经理其实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好人。之所以拼命工作，是因为家里条件并不好，还要一个人抚养还未成年的女儿，并且他也决定将宗总经理的死定性成意外，呈报给总公司。所以大家提议把他的死伪造成明天在上班时间内因检修电梯时电梯意外坠落的因公事故。所有参加游戏的人都参与了这场合谋，而真凶可恶酷也隐藏其中，一同将副副经理的死伪造成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意外。回到家后，可恶酷用电脑向藤中介发了一条微信，确认副副经理是否真的将宗总经理的死定性成意外呈报给了总公司。得到了藤中介肯定的回复后，可恶酷删除了这条微信，而这也成为锁定真凶的关键性证据，因为只有真凶才对他有动机，所以真凶一定是在动手之后才知道他是好人，也已将宗的死定性成意外一事。在本期案件当中，投票正确的郭包佑以及成功逃脱的可恶酷，两人都可以领取金钥匙。承让。请你们在身后领取金钥匙。去吧，来吧。真是这俩人，哎，互相颁奖。真的，来，承让，来，可以，他这个很厉害，他这，你俩别下来，就这么站。替酷道歉，快，对不起。最后科务库的结局是，科务库还是绳之以法了，他自己也感觉很对不起白送一锅粥刘一库，然后自己回去之后呢，就写了一个自首的信。他去自首了。对。那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其实很多是关于我们职场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依然掌声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马艾老师。马艾教授，好，欢迎马老师。来，马老师。这个故事里面，基本上所有的打工的这些人，他们都有过连续工作48小时啊，或者是1年365天只休1天假的这种情况出现，是不是其实违反了很多劳动上面的法律？肯定的，这直接违反了劳动法呀。越来越严重的企业员工之间的内卷现象，这个可能在咱们这期的案件当中也体现的比较的突出。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何必要在这种让你自己不舒服的环境里边，不断的让内卷来磨灭了你的意志，摧毁了你的身心世界。马教授，就看像咱们案件当中有一个过劳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像这样过劳死的情况，那他的公司他要负相关的法律责任吗？必须的，过劳死的问题呢，只是呢情节不同。
假如说已经违反了劳动法和用人单位和职工之间的相关的合同，那么对方是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是从我们目前的案例来看呢，一般的公司啊都会多多少少要给一些道义上的补偿啊，因为对方是为你的公司努力而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老师，就是比如说你在职场当中，你都下班了，然后你老板让你去给他干私活，比如说帮我接孩子，帮我去买点菜，他这个是触犯了法律吗？应该说呀，这就是属于你们两个私下的一种民事上的关系了。私交啊，它不是你公司你们双方之间合同所约定的事情。但他不去就给开除了呀。这就是老板本身利用了他手中的公权力来处置他私人领域的事情。哦，这里边就没有你的过错，而是老板本身的这个人的品行的问题了。是的。但是你要说从法律上你怎么去制裁他，还真没有好的方法。它是个道德问题，这真的就是一个道德问题、人品的问题。不是义务，不是说我作为你员工的义务，绝对不是一个基本的义务。好，谢谢我们马教授的分享。好，谢谢，谢谢马老师，谢谢马老师。开始推理吧，我们下周再见。我觉得首先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合作状态嘛，那合作状态就是说我们要互相尊重，你首先要尊重你的工作，你要尊重你的老板，但同样的你的老板也要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段互相尊重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你在觉得你不获得尊重或者是超出你能量负荷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选择做出改变。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非常你觉得你接受不了，或者非常严格，或者非常不合常理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我觉得勇敢的提出拒绝，勇敢地提出拒绝，不能就是一直被别人压榨。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是，首先保护好自己，用可以用到的合法的手段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该吃饭吃饭，该休息休息，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在健康的前提下再去努力的工作，对。哪怕你在青春奋斗的时候，也要注意心理和身体上的一些健康。压力是经常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在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积极良好的心态。压力大不代表着你就要去摆烂啊，就要去畏惧它或者退缩它。就是这个都跟赶马车一样，如果在后边没有生活在赶着你，你也不会想要往前走。那我平时感觉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去尽量做自己非常想做的事情吧。像我的话，我喜欢看电影，喜欢唱歌，喜欢听歌，会喜欢吃好吃的。我非常喜欢吃好吃的。就是我觉得，首先你要找到自己除了工作以外，你还热爱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在做演员的过程中，一直会有人跟我说，你要想一想，除了拍戏以外的宋祖儿，你还可以是谁？因为我们熬过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去度过那段时间的时候，你熬过去了，你一定会成为更坚强的自己。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个好的作息啊，保持好的心情。咱们有了好作息、好心情、好身体，才能更好的，哪怕说是为自己的公司，或者说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能够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只要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你会为这个工作乐此不疲，你会不断的去挑战自己。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日抛青年，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可以朝你感兴趣的方向去月抛一下，后面变成年抛，说不定你就找到你真正属于你的事业了。我觉得每一个斜杠青年都是非常有斗志的人，他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被填满。那我相信他一定会很快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份事业，去热爱它，去为之付出。
哎，那个兄弟们啊，刚才我在大厅看到那个客户库被带走了，然后呢，后来我就去了趟他家，发现他留了一封信。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哎，希望弟弟好好做人，好好改过啊。哎，那个 C 老板也很奇怪啊，他也有一个认识的人跳楼了，就是，难道佳佳、房小美、锅巴、飞老板他们认识的这个跳楼的人是同一个吗？一点关系没有，不想聊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哎，其实我更关心的是那个公寓传说。传说这个公寓会让人消失，有不少的老人都离奇消失了。有多名老人在商业街水土。哦，对了，我的忘年交蔡大姐也在其中。哎呦，这个蔡大姐特别想知道，他们到底都去哪儿了？不是，放心吧，我们后面肯定会找到的。但是主要今天还有一个奇怪的事儿啊，就是这个今天在这个副经理的抽屉里又看到了那个预言娃娃啊，又是一个娃娃。不是，我就想知道到底谁在一次次的放这个娃娃，这个娃娃到底是谁放的？对啊，这已经是第3个娃娃了。咱们这周并没有找到有关于那个奇怪的符号的任何信息啊，咱们得赶紧调查了，不然咱们都得死。哎呀，算了，别想了，赶紧睡美容觉吧，累了。3、2、1，起来！这不会时光机吧？时光会流远，像1988，不要像杀人的事案会再发生。中途锁定李大爷。哇，太帅了！现在是1988年。怎么又有你啊？这不是我的菜吗？小邋遢，哦耶，哦耶！外甥，老爷，爸爸，咱俩有什么关系吗？失火啦！又死人，又是我们的错。蔡大姐，你也是有杀人嫌疑的。我发现他们这个计划了。我不信。所以你就杀了小小汪和我没有，我想阻止他们。你说你老板是谁啊？那也就是说这里还有更大的老板，不会是你吧？我不是。老板不会是你吧？不是，我是个作家，与本案无关。伤害你的人都该死。还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微信搜索真果粒，上小程序和推理玩家一起沉浸式推理，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3、2、1，11号监狱，我们来啦！锁定腾讯视频，每周4、5、6晚6点更新一集，会员抢先1周看。每周6晚6点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日晚6点看加更11号公寓入住日记。周中一大波预告花絮短视频，每天刷，带你360度全方位探索11号公寓。还不快打开腾讯视频，搜索开始推理吧，和推土机们一起沉浸式探案吧。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开始推理吧，查看更多精彩。11号公寓入住日记，每周日晚18点，会员纯享更多公寓趣事，学犯罪心理学，拆穿谎言，发现真相。欢迎关注，别对黄 Sir 说谎之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六下午18点高能上线。欢迎打开新浪新闻、网易新闻 Zakr、界面新闻、网易有道词典、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华语之声、引力资讯、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感谢腾讯卫视、中华万年历、WiFi 万能钥匙、Summer 校园、Lucky 校园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